今天我要给大家讲几个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，却真实发生过的故事。故事里有权谋诡计，有尔虞我诈，看似是在历史长河中演绎的各种人性百态，但其实也是一面照妖镜，能让我们深刻审视自己的内心。生活就像一场博弈，懂得布局谋略者常能笑到最后。你可曾听过后来居上、声东击西、借刀杀人的故事？这些听起来有些阴谋论的词，其实只是智者善用人性局势的必然结果。当然，我并非鼓吹大家去尔虞我诈，而是希望大家能从中汲取精华，明白先机、制衡、趋利避害之道。让我们一起走进权谋博弈，看看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是怎么玩转人性的吧。泪洒临清局，曹丕碾压曹植，蒙骗曹操，就靠这二招。这是一个渣女常用的局，自古以来女性角色用的比较多，可一旦男性学会了，威力更恐怖。如果是渣男海王学会了，欺骗感情轻而易举；如果是草根学会了，打江山做成功人士易如反掌。哪怕你是一只待宰的羔羊，也能捡回一条小命。只要你不嫌丢人，这个局能帮你解决很多问题。曹操60多岁的时候，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，那就是选出接班人。曹操最喜欢的儿子是曹冲，因为他聪明机敏，深得曹操的喜爱。小小年纪就知道用船来称象。可是司马懿却评价他不懂隐藏自己，锋芒毕露，不适合做君主。果然不出司马懿所料，曹冲小小年纪就去世了。最后只剩下曹植和曹丕两个儿子。曹植不仅十分才华横溢，七步成就千古名句，而且武艺高强，只是喜爱放纵自我，用一种不拘一格的方式去生活。反观曹丕，智商和武力都一般，但最大的优势就是心思细腻，为人谨慎，情商很高。曹操偏爱有才的曹植，全国上下都知道，但为了公平起见，也必须让两个儿子互相比拼一番，来个即兴测试。因为曹操大军准备南征，所以就让两个儿子临时搞一场震撼军心的演讲。正是这次的演讲，成为了曹丕逆袭翻盘的关键所在。在教场上，曹操点将阅兵，派人把两个儿子都请了过来。曹操对着儿子说道：今天大军南征，我嗓子不适，你们两个代替我说几句振奋军心的话，我看看谁讲得更好。曹植泣不成诗，可想而知有多么能言善道。果然，曹植上台演讲，滔滔不绝，口若悬河，慷慨激昂，听得军士们兴奋不已，士气高涨。旁观的一众文臣心里都暗自嘀咕，这次曹丕公子恐怕是没戏了。轮到曹丕上台，他踉踉跄跄，一脸忧郁，大家都以为他要放弃了。谁曾想，曹丕来到曹操的眼前，一把跪侧在地，抱着曹操的腿哭喊道：父亲年过60，两鬓斑白，如今还要带兵亲征，冒着生命危险上阵杀敌，儿子不能为您分忧，没想到此，内心就无比难受。您这么大的年纪，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可怎么办？儿子唯一能做的就是每日为您祈祷，希望您凯旋而归。曹操一生戎马，不是在杀敌，就是在杀敌的路上，很少感受过家庭和亲人的温暖。望着儿子泣不成声的模样，真情流露，曹操也是感动不已，随即和曹丕抱头痛哭。此情此景，所有的将士们都感动了。这才是父子亲情打不散的血缘关系。形势一下子逆转，所有人开始偏向曹丕，转而责怪曹植在这种生离死别的时刻还炫耀卖弄自己的才华，着实没有人性。比起功名富贵、江山社稷，难道父子亲情就真的该被忽视吗？曹操也是下定决心，不选对的，只选好的。纵使曹丕有很多方面不如曹植，但他足够有心，足够真诚，足够孝顺，这就够了。在这一场测试中，曹丕完胜曹植，为他日后登基称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其实此局能被曹丕玩得炉火纯青，主要还是靠以下两个关键节点。一、眼泪唬人。曹丕之所以碾压曹植，就是因为他会哭。自古以来，会哭的孩子有奶吃，尤其是在人性的博弈中，眼泪是最大的杀器，很容易击垮一个人的内心方向。
唤醒人们潜藏在心中的原始情感。之前看过一个故事，一个屠夫突然发现刀不见了，后来才找到，原来是被羊妈妈压在了身下，怎么都不肯挪开。就在老板想要杀小羊羔的时候，母羊双膝跪地，流下了眼泪，仿佛在恳求老板不要伤害他的孩子。这一幕让老板感动不已，就再也没有杀过小羊。自古以来，很多上位者甚至是皇帝都是靠着这一招来笼络人心，树立威望的。比如朱元璋带兵打仗，发现士兵脚底有很多水泡，便声泪俱下，心疼不已。刘备逢人就喜欢道歉哭诉，靠眼泪拉拢下属，获得拥护。马谡导致街亭失守，诸葛亮执行军法，但依旧泣不成声，造就了挥泪斩马谡的经典佳话。男子汉坚韧不拔，流血不流泪，知道适时的表露真情，懂得用眼泪激发斗志，收买人心，这才叫帅才。二，对比鲜明。曹丕之所以能逆境翻盘，最主要还是因为曹植给他做了铺垫。如果只有曹植一个人演讲，那么他绝对是一个卓越的领军者。可偏偏有曹丕声泪俱下的真情流露，所以导致曹植的演讲虽然演讲慷慨激昂，让士气大振，但是也展现出了他只顾争强好胜，完成任务，炫耀自己，冷血无情的一面。俗话说得好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曹丕后发制人，让原本光芒四射的曹植变成了最大的坏人。上演一个父子亲情的戏码，拉拢了人心，获得了拥护和支持，不可谓不高明。在这些小聪明、小手段上，曹丕更胜一筹。所以最终他继承大位，登上了金銮殿，连环御人局，一流高手树立威信，不骂不罚，就靠这3招。这是我见过史上最牛的御人手段，看完让你不寒而栗。只要你是上位者，想要掌控手下的队伍，一定要看。学会了，败者祝你东山再起，王者祝你更上一层楼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。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古代有一个知县来到一个难以治理的辖区，这里民风彪悍，衙役懒散，地主横行霸道，他作为一个空降的知县，根本没有任何威信可言。如果不想受气，不想下台，那他就必须采取措施。深思熟虑之后，知县决定布一个局，以此来收服下属，笼络人心，让全城的人以自己为尊。有一天，一个老人被发现偷东西，衙役们将他按在地上狠狠地打。知县知道此事后，紧接着派师爷去外面散布7旬老人被衙役当街暴打的消息。师爷得知后，觉得这样做有损衙门的形象和声誉，希望他三思而行。知县让师爷直接照做就行，自己自有办法。不久，整个县城都开始沸腾，人们纷纷开始指责衙役滥用执法权，丝毫不关心百姓的死活。对待一个老人都如此残忍，简直是惨无人道。这个时候，知县找到了教训衙役的理由，对他们严加斥责，并且以此事为由，狠狠地教训了他们，展现出了知县的权威。接着，知县又让师爷发布告示，经查，老人系敌国的奸细，衙役将其揭穿，并且痛打一顿。这一处理非常果断正确。老百姓的情绪瞬间反转，开始夸赞衙役的勇敢，也对之前的事深感抱歉，甚至还有人送来了牌匾以资鼓励。知县可谓是一箭双雕，不但挽回了面子，还让衙役彻底心服口服，不敢造次。你以为这就结束了？其实远远没有。之后，知县又让师爷发布告示，说老人偷窃是因为要还地主的贷款，但他强调，即使在贫困也不能做坏事，应该脚踏实地做人，老老实实做事。紧接着，老百姓的情绪再次愤怒，谴责那些为富不仁还放高利贷的地主富商。不仅如此，有很多人呼吁知县对这些富人进行制裁，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。知县不知不觉又得到了老百姓们的支持，正好借此机会，针对那些难对付的有钱人狠狠地警告了一番。
芝檀布下此局，成功一手遮天，不仅保住了位子，更塑造了好的形象和名声。而那个老人实际上是知县安排的一个演员，配合知县布了一个局，演了一出戏。这样的策略，你说高明不高明？纵观千行百业，不懂谋略，万万不行。这个知县之所以能坐稳县太爷的位子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取决于他懂权谋，知人性有手段，善布局。他所布的这个局主要有以下3大关键节点：一、先攘内再安外。如果衙门里面都无法一条心，作为知县没有绝对的话语权，下面的人根本不听指挥，哪知县什么事都做不了。因为偌大一个辖区，靠知县一个人根本管不住，只有联合府衙里的一众衙差才能去管理老百姓。既然如此，首先他的思路很清晰，想办法拿下不听话的衙役，让他们心服口服，不敢造次。故意捏造一个罪名，找个由头，拿衙役开刀，给他们一个下马威。衙役们收服了，知县才有足够的人手去管理其他老百姓。2、反转正名。惩罚衙役时所用的理由难免有损府衙的形象，在整治完之后，自然要为县衙正名，恢复他在老百姓心中的权威形象。否则，即便有衙役作为帮手，若是没有府衙的威严，也很难执法。3、一举3得。最后就是把地主当成共同的敌人，以此为由，互相协作，斗地主。第一方面，加深信任，毕竟共同斗争过，可以建立一定的信任基础。有了这份信任，日后要想推行政策，实施新法，阻力都会变小。第二方面，让利于民，给老百姓一些好处，也算是县衙办的好事。不仅能提高威信，还能树立一个好形象，得到广大底层老百姓的认可与拥护。第三方面，打击地主，给嚣张的富人群体一个下马威，告诫他们不要肆无忌惮，为所欲为。谁若是不把官府放在眼里，必定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。最后这一步才是最为精髓关键，团结了多方势力，彻底把几个阶层都治得服服帖帖，不敢有任何的违抗。所以说，在这个社会上，你越是上位者，就越是要懂谋略，会做局，否则你很容易被人套路和陷害，终究难成大事。赚大钱就要做大局，顶级高手快速致富就靠这4步。财富转移的本质就是做局，想赚大钱就必须做大局。如果你想快速赚得100万身家，必须看完这个内容。我将用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给你总结做局的4大步骤。有一天，一位神秘的商人来到一个偏远的山村，他对山上的奇形怪状的石头充满了热情。商人说，这些奇怪的石头非常受京城中达官贵人的喜爱，只要谁有，都可以拿来换钱。刚开始，绝大部分人都不信，直到有一个人用一块形似动物的石头找商人兑换了5两银子，大家才相信这是真的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村民们慢慢的都开始变得积极起来，纷纷跑到山上寻找奇形怪状的石头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山上的奇石越来越少，价格也越来越高，低的5两、10两，高的甚至涨到了上百两。村民们眼看着别人在用石头赚钱，自己却干着急。眼看时机成熟，商人便派人拿着原先收购的石头跑到村里暗中出售。村民们眼看石头转手就能赚钱，瞬间失去了理智，纷纷抢购。有的人甚至倾家荡产，把所有钱投了进去，想着能赚一笔大的。就这样，商人把原本一文不值的石头都卖光了，成功套现走人，只留下了村民抱着石头无处换钱，无处诉苦。虽然历史在不断的变化，但人性却从未改变。通过这个故事，我们总结出，要想赚大钱，就一定要做大局。以下这4大步骤不可不知。第一步，概念炒作，意思就是选择一个目标物，把它的价格炒作起来。要想完成这一步，必须做好以下3点。一、制造概念。所谓的概念就是目标物，例如前段时间很火的比特币、元宇宙等等。
以目标物为工具，把它当成贯穿和推动整个局的关键。但是有一个前提，这个概念物要具备2个特点：一，有价值，此价值非彼价值。石头原本有价值吗？可以说毫无价值，但只要你赋予它一个故事，这颗石头就会变成无价之宝。比如，你可以说这种石头可以提炼出做兵器所需的原料，只有特殊的地区才有，其他地方根本见都见不到。只要把它的稀有度塑造起来，那它的价值自然就会显现出来。记住，要想让大家自愿花钱去买，你就必须给它赋予足够的价值。2，特殊性。举个例子，山上有很多石头，你不可能把所有石头都当成概念物，否则亏死你。选择这个概念物一定是具备特殊的条件，比如它必须是黑色的，或者它的形状必须足够奇怪等等。有了这些条件的约束和限制，不仅会显得更加稀有，而且还能让更多的人相信你编的故事。2，炒作热度。概念物确定之后，接下来就是炒作它。那么该如何增加它的热度，让所有人聚焦于此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利用人性即可。关键在于以下2点：一，利润大。比如石头的利润非常大，一颗石头价值5两甚至上百两，谁不心动？就现在给你一颗石头，给你1000块钱，你会不会去山上找？毫无疑问，当然会。当利润足够大的时候，这就是最好的广告，也是引人入局的最佳方式。2，门槛低。要想赚大钱，一定要记住，门槛不能设太高。只要有钱，大家都可以进来玩2把，这才是布局的宗旨。即便你从他们身上捞不到多少钱，也可以帮你凑凑人气，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入局。人性不仅趋利，而且从众，大家都在干的事，他们也会忍不住想要尝试。既能赚钱，玩的人又多，意味着利润大，而且风险小，自然就会越来越火爆。3，信任建立。炒作不单单是为了提高热度和关注度，更重要的是提高信任度。人都有疑心，在没有真正赚到钱之前，都会保留一丝怀疑。所以，要想让入局者无所顾忌，倾家荡产的去玩，必须要做好以下2点：一，前期获利。故事中，前面找到奇怪石头的村民全都成功获利，得到了银子。他们赚到了这份钱，便是最好的招牌。不用布局者去费口水说服大家，这些人自然会帮你去做广告。眼看着别人赚钱，任何人都按耐不住嫉妒和躁动的内心。其实这个时候就已经无法自拔了。2，经营口碑。前期一定要把口碑做好，宁亏自己，不能亏别人。一颗石头给高不给低，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信誉，让人深信不疑。口碑越做越好，入局的人才会越来越多，大家也会大胆的投入，可以最大限度增加收益。第2步，垄断概念商品。把概念物炒作成为爆款商品之后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垄断商品。为什么要垄断呢？主要有以下2大目的。1，奇货可居。上述故事中，商人就是运用这一思路在囤积石头。只要石头囤得足够多，外面的石头越来越少，价格就会往上涨。一旦此局运行起来，石头就不再是石头，而是钱。2，掌控绝对话语权。在大家都渴望通过石头来赚钱的时候，谁拥有石头，谁就拥有绝对的话语权。你想卖给谁就卖给谁，你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。在这一基础上，何愁赚不到钱呢？第3步，诱导追涨。要想把入局者套死在里面，就必须要让他们相信自己未来肯定能从石头上赚到钱。那么该如何去做呢？执行以下2条即可。1，抬高价格。不断的拉高价格，物以稀为贵，外面的石头越来越少，价格必然会越来越高。通过各种倒卖转手，最后可能甚至会到一个天价。越是能赚钱，大家就越疯狂。一旦疯狂，他们便会丧失理智，失去思考能力，
更容易收割。2、引人入局。前面给了那些卖石头的人一些甜头，接下来就应该给买石头的人一些甜头。随便一转手，便可赚取好几两的差价，赚钱快，收益高，风险小，这样的好事必然引起争抢，越来越多的人会投身其中，甚至变卖家产来大干一场。做局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第4步，最后的狂欢。等到时机成熟，局中资金聚集的量足够多时，便可以开始收网了。但一定要记住以下2点。1、逐步套现。套现要循序渐进，不可操之过急。一旦你抛售的石头过多，会引起暴跌，导致行情不稳，甚至造成恐慌。所以套现要一点一点地往外跑，这就好比股票的流出资金，悄无声息把石头转到村民的手中，让他们囤起来，这才是目的。2、波动局。逐步套现最好的方式就是波动局，抛一点，然后收一点，但一定要控制好比例，而且要保证是高抛低吸，也就是低价买进，高价卖出。行情波动会让人捉摸不定，给人希望，反而会有很多人视为机会。若是市场价一路下跌，必然会造成崩盘。因此套现也要注意手法，切记不可过于急躁。纵观古今，以上述这一手法做局的人不计其数。比如今天的股票、虚拟货币、白酒等等，便是血淋淋的例子。可即便大家明知道是局，为什么还是愿意入局呢？这才是此局最为高明的地方，也是无人能破的奥妙。其最大的本质便是人性。因此只要你能参透人性，拿捏人心，善于布局，想要赚大钱其实并不难。4、一流高手做局的9字真言：字字珠玑，一字千金，不可不读。这是我见过最牛的做局手段，不费一兵一卒，兵不血刃，拿下了4个国家。就连美国也经常靠此局来收割其他国家。如果不加以警惕，你很可能也会沦为被收割的对象。管仲这个做局手段，即便过了2000年，依旧是顶级的智慧谋略，不可不懂。这个故事叫以陆制楚。春秋战国时期，齐国与楚国争霸，齐桓公欲发兵攻打楚国，但又害怕对方军力强劲，自己不能取胜。管仲不以为然，南蛮虽强，但臣略施小计，便可将其置于死地。管仲知道楚国盛产鹿，便派人去买鹿，规模越来越大，价钱也越来越高，还拉着周边的小国家一起买。楚成王心中警觉，派人去打探。探子回报说是齐桓公喜欢鹿，打算建个鹿场，齐国人都跟风要买。楚成王听后大喜，心想齐桓公玩物丧志，早晚完蛋。殊不知这是管仲所做的局。由于鹿价一路飙升，楚国百姓几乎全都投入到了捕鹿这个行业，地也不种了，只要有钱就有粮食。在大肆收购鹿的同时，管仲还暗地里从楚国和其他国家大肆收购粮食，囤积起来。对于其他小国，也害怕强大的齐国，几乎都不敢怎么赚齐国的钱。等到时机成熟，管仲叫停了这一场买鹿狂欢。赚得盆满钵满的楚国人才发现，自己口袋里除了沉甸甸的钱币，却买不到粮食。短短几个月就陷入了饥荒。齐国关闭贸易，还威胁其他国家也不能卖粮食给楚国，否则就要挨打。楚国人陷入内乱，齐桓公眼看可以进攻了，但还是征求了仲父的意见。管仲说道：此时不是进攻的最佳时刻，主公只需要打开国门，接收楚国难民即可。等到人口都流入了齐国，楚国还有什么资本与齐国抗衡呢？楚成王自知一败涂地，只能甘愿臣服，以齐国为尊。在《管子》的记载中，像以鹿制楚这样的商战还有很多，比如买狐皮搞代国，买提料搞鲁国与梁国，买器械搞衡山国，基本都是一个套路，却无比的好用。古语有云：商场如战场。激烈的市场竞争
复杂的利益冲突、微妙的社会关系，使得经商创业的艰难程度丝毫不亚于行军打仗。那么，怎么才能提高自己在商战之中的获胜概率呢？读懂下面的9字真言，你必定会胜算大增。前3字，行为疏。兵法中的行为疏是指部队行军时要保持一定的间距，出现突发状况可以及时疏散和展开。这个理论在商业布局中同样适用。做生意从来就不是100米赛跑，而是一场马拉松的持久战。在漫长的布局过程中，会遇到各种情况，受到各种打击，因此必须讲究一个疏字。所谓疏，具体有2个层面的意思。一，资源要适当分散。由于商业项目前途不确定，所以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，应该适当的分散投资，或许能够出现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局面。上述故事中的楚成王就是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，让老百姓全都投入到捕鹿的作业中，恰好正中管仲的下怀。他拔举全国之力赚取齐国的金银财宝，忽略了国家其他行业的发展，比如农业、工业、制造业等等。如果不是他不动分散投资，也不至于会输得这么快，这么的彻底。2，行动要划分阶段，走一步要看3步，想5步，每一个步骤之间应该要留有余地，不能断了自己的后路。做局要目光长远，纵观全局，按照计划行事。比如管仲布局，第1步，高价买鹿，利诱楚国入局。第2步，暗中收购粮食，并且是大规模的囤粮。第3步，断绝经贸往来，不与楚国做生意，更不卖粮。第4步，收编难民，留住人才，做空楚国。如果不是管仲思路清晰，步步为营，每一步都走得恰到好处，楚国也不会轻易的入局，而且兵不血刃拿下了对方。这便是做局的精妙之处。中3字，战为密。任何事物都有2面性，既对立又统一。兵法所说的战为密，是指军队在作战时要集中力量攻击对方的要害，方可获胜。在商业经营中，这一道理照样适用。鸡蛋虽然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，但很多时候要有主攻的项目或方向。只有如此，你才能以点破面，达成胜果。最重要的是做好以下2条。1，关键时刻要集中资源。无论遇到什么困境，还是发展顺利，在接触到大客户、大项目时，一定要集中力量去攻克，以保证以最大限度动用一切资源将其拿下。管仲买鹿的行为其实符合这一条。齐国疯狂地印钱买鹿囤粮，实际上就是投资，把绝大部分的钱全部投入到并购楚国的项目中去。虽然有一定的风险，可一旦成功，其收益必然会成倍增长。管仲这个局必须集全国，甚至还有周边国家之力，才能顺利打完这一场持久战。事实证明，他的投资没有错。2，关键时刻必须重视保密工作。在激烈的竞争中，谁不注重保密，泄露了消息，谁就最容易露出破绽，最后输得一败涂地。楚成王刚开始也有怀疑齐国的用意，但好在齐国的保密措施做得十分完美，并没有走漏风声，导致楚成王放松了警惕，才落入管仲的局中。当年秦国之所以取得长平之战的胜利，有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原因，那就是其保密工作之严。白起担任秦军主帅的事情，自始至终赵国不知道，导致他们轻敌，输得一败涂地。后3字，兵为杂。为什么兵法要强调兵为杂呢？因为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劣势，搭配使用可以产生1+1大于2的效果。在企业经营中也是同样的道理，要想运营好一个企业，销售人员必须冲锋陷阵，财务人员必须精打细算，研究人员必须攻克难关。在商业的竞争上，一定要秉持以下2条原则。1，要容纳多样性。组建团队不要用统一型的人才，要容纳各式各样的人才，比如偏才、怪才。任正非就特别重视歪瓜裂枣，
因为他觉得这种专业性人才反而要比综合性人才更有价值。二，要讲究互补性，用人如器，重在功能的发挥，而组织的意义就是能够适当编排，让成员相互掩护，取长补短。用人就好比行军打仗，每个人各司其职，互相配合，才能形成一个整体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总而言之，要想真正成大器，干大事，一定要懂谋略，有心计，善布局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